为什么人跟人之间的交往有一天会出现需要筛选的必要？难道真的就是因为它不好？会不会有另外一个更大的可能性，是从我们开始越来越懂得珍惜资源的角度去思考的？这个所谓的资源也包含了情感资源，也包含了我们个人的能量状态。不知道你慢慢出社会之后，会不会有一种疑问，就是我们究竟是变得越来越世故了，还是说我们变得越来越懂得尊重人跟人之间的不同？这一集我们好好来聊聊友情之间，我们谈筛选这一个词，究竟怎样的筛选不会显得我们过度冷漠或高傲，或者是怎样的筛选可能隐藏着一些盲点？欢迎来到人生解扣方程式，我是 Jacko。这次之所以我想要聊聊筛选这一个词，原因是因为最近我的影片真的出现这一句话的次数有点多了那我心里就在想，我有一些顾虑，刚好也趁着这一集我们来聊一下，如果我们滥用筛选这一个词会发生什么事。打比方说好了，如果是我们传讯息给对方已读不回，但是他竟然还发限动，筛掉；一起去看电影还买臭豆腐进去吃，筛掉；或者是某次的聚会他答应要来，可是却临时爽约，筛掉；又或者是每次碰面的时候，对方就只想要吐苦水，只想要抱怨，只想要说他这阵子心情有多差，但是呢他从来没有想要关心你，筛掉。不知道刚刚谈的这几种情境你是不是有遇过？那当然我还是想要先讲一件事，就是每段关系我们要不要筛选，这个完全都看个人的自由。但倘若呢，你也是想要交流一下，我们究竟在关系之中，在筛选的时候，背后我们的思考逻辑，究竟有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去探讨更多可能性的？那这一集，欢迎你可以继续往下看。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人跟人之间的交往有一天会出现需要筛选的必要？难道真的就是因为它不好，所以我们想要把它从我们的人生里面剔除掉？会不会有另外一个更大的可能性，是从我们开始越来越懂得珍惜资源的角度去思考的？打比方说，刚刚我聊到你的朋友呢，每次找你碰面吃饭就是吐苦水抱怨，讲一些他遇到的不公平的事情，而他从来没有想要去关心你现在过得怎么样，没有在乎你在听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是否已经超出你的负荷范围了，他就会不断的倒垃圾给你，而你也想办法要给他一些意见，给他一些想法，但是呢，他不但听不下去，从来没有想要采纳你的意见，他只是想要不断的去讲是环境害他这样，谁害他这样，然后他的运气不好。一开始呢，其实你也想要帮他，但是到后来你发现你怎么帮好像都帮不上忙，而且聊到后来你会发现你的能量已经被吸干了，到最后他再打给你，他再邀约你，你可能也没办法每次都到了，因为你发现如果再这样下去，可能连你自己的人生都没办法过好，也因此呢，为了珍惜你自己的状态，你也只能选择跟他的互动慢慢减少。我曾经看过一篇脸书的贴文，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们姑且称这个故事的主角呢叫阿昏。那他们就是学生时期有一票死党，在出社会之后，他们每一年都还是会约一下吃饭这样。那这个阿昏也很珍惜跟他们的缘分，所以每一次都会扮演主揪，找不错的餐厅让大家可以聚在一起。那你也知道，现在其实好吃的餐厅，我们定位之后都是要准时到，他永远都是提前到的这一个。可是他的几个死党，有几个总是惯性迟到，有一些好一点的可能迟到10-20分钟，有一些可能更久，迟到快1个小时。而来现场的时候，他们也从来不会道歉，反而都觉得大家等他是应该的。有些人可以接受这件事，但是其实对这个阿温而言，他一直觉得我很看重你们，所以我很重视你们的时间。他有一次终于忍不住了，他跟大家说，我们1年难得就聚会一次，能不能之后我们的聚会都可以准时这样，那我们也可以多一些时间相处。想不到反而其他人跟他讲的是好朋友有需要计较这一些吗？只是朋友聚会干嘛这么严肃，我们就自在就好。所以其实在他听到那一次的回应之后，他心里就下了一个决定，就是
我可以明白你们对于朋友之间的互动，可能你可以接受的是这样，但是啊，这已经不是对于阿昏而言可以欣然接受的事情，所以那也是他最后一次跟他们吃饭了。那我希望在听完这个经历的观众朋友们呢，我们先不要急着去评断究竟这个阿昏的选择是好是坏，因为我主要想要探讨的是从珍惜资源的这个角度，因为这个所谓的资源也包含了情感资源，也包含了我们个人的能量状态。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的价值观跟阿昏一样，每次聚会的时候我们都要不断的去消化这些情绪内耗，真的是很干扰能量状态，对不对？尤其是出社会久了，我们都知道啊，能够遇到知心的好友真的是运气，遇到可以深交的朋友，我们真的是格外珍惜。所以在来往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都会习惯的付出真心。那我们在重视对方的这个过程当中，也从来没有想过说对方一定要回我们什么，一定要多重视我们才可以，其实也没有，真的是把对方当好朋友看待而已。然而呢，在这样的交往过程当中，慢慢的你却发现对方却把你的真心当作很像是那个餐厅里面餐桌上放的那个抽取卫生纸，随意抽取也不会珍惜，连基本的尊重好像都没有。日子久了真的是会心寒，也因此呢，到后来有些人就会选择把这样的心力资源呢省下来，留给下一个懂得珍惜的人。所以哪一天呢，你之所以发动这一个筛选卡是以着珍惜资源的这一个考量，那或许这也是一种略带冷漠的温柔，因为我们很清楚知道这无关对错，只是说了可能也改变不了什么，那倒不如我们就尊重彼此的不同，也尊重彼此的选择。不知道听到这边的朋友啊，你有没有遇过类似的情况？很期待呢，可以在留言区看到你们也交流你们的人生经验哦。第二个，我们来聊聊筛选的标准。原因是因为有一个观众朋友，他就问我说，那能不能请我分享我的筛选的标准给他？因为他自己会有点犹豫，不知道他的标准会不会过于严苛。不知道有多少朋友也有这个疑问哦。但是其实这一题我想了很久，原因是因为我自己会觉得我的标准真的也没办法适用所有人，而且甚至是我们都知道每个人有那么大的不同，每一个人可以接受的范围不一样，那我分享我的标准给他，会不会带给他一些不好的影响？可是啊，我想一想，其实还是有一些方式是可以适用多数人，可以当做一个参考的想法，并不是绝对哦。这分别呢会是3个问句，而这3个问句的设计是为了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避免我们把有机会去沟通、有机会去协调的友情提前把它筛选掉，那这样就很可惜了。第二个呢，是避免我们因为太习惯做了筛选，反而到后来朋友就越来越少，就变成是没朋友了。所以啊，我们先来聊聊第一个问句，很简单，就是你可以去思考一下，你跟你的这个朋友目前的卡点究竟是你们在核心的价值观真的有很大不同，还是说是一些表层比较算是做事的风格或行为有一些不一样。我们现在谈谈核心价值观，打比方说像道德观，比方说像对待人用心的方式，只要是到核心价值观，对不对？这个就已经不是对错的问题，也不一定是你说的对方就已经会改了。所以啊，如果是核心价值观，可能呢它就不是我们可以去沟通或协调的题。但是呢，比较浅层的行为，打比方说好了，就像出国，有的人会说要验证是不是真友情，就约出国一次就好。那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可以看到，每一个人在时间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他的价值观是什么。但是呢，我比较想要讲的是，那会不会有一种人是这样？或许他不是好的旅伴，但是他仍然在你人生路上可以是还不错的朋友。那我们以后只要不要约他出国就好，对不对？那另外一种情况，还有人说，就是他不太能接受有人吃拉面的时候就是漱就是漱得很大声，这样他就觉得很干扰。那我觉得这个就算是比较小的事件哦。当然这个是开玩笑，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如果是一些相处上可能在沟通啊，或者是在相处上的小习惯，并不是那么的重要，感受上可能是些微的不好，你可以去协调它。比方说好了，有些人可能他是喜欢是在晚上的时候想到什么就临时打给你，想要找你聊天，但是可能晚上的时候你是需要休息的，
那这样的事情其实就还可以协调，对吧？在这一个议题里面呢，我额外再谈一个，就是用心的程度。因为我自己会觉得朋友之间会多用心对待这件事情，也不太像是沟通的题，它更像是一个对方的现况就是怎么想的。也因此，如果有一天你希望的是对方要多用心对待你，假设这个议题是我个人遇到，对不对？这是个人偏见，参考就好。就是我不太会去沟通别人对我好像这样的行为不够用心，我单纯就会是看在眼里，那就大概知道说可能在他的心里我的重要程度到哪里，我就以着恰如其分的方式去跟他互动就好了。第二个我们可以自问的问题就是先不要管事情的大小，而是你在遇到那个卡点发生的时候，你会不会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去缓解那种内在的不舒服，甚至呢可能时间过了很久，你那个感觉都还是在，都还是很不舒服。因为如果是呢，很有可能你跟他之间那一个不同处刚好就是你很不能接受的点。如果以着你想要去维系一段关系，但是呢你得去忍受那么大的不舒服，很有可能这段关系对你来讲还不是你现阶段可以很轻松自在去拥有的。所以呢第二个问题也值得你是去好好的思考一下。第三个我想来探讨就是那如果我们真的要发动筛选卡了，那这个筛选卡的力道能不能有一些选择呢？我会想要探讨这一题的原因是因为年轻的我真的就是那种黑白分明就是要么是朋友，要么就再也不联络这样算是比较极端的类型。随着人生的历练越来越多会觉得说其实未来会在哪一条路上再跟谁遇到，这个也很难讲，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个筛选卡的力道呢简单分成几类，第一种就是可能我们可以减少接触的这个时间，或者是我们比较不合的那一个卡点呢，我们可以减少那一个范围的相处。打个比方说，就像我刚刚说的，可能有一些人不是一个好旅伴，但是呢他不一定不能成为你的好朋友。那第二个情况就是自然的消散，但是不交恶。毕竟我觉得不合也不一定要撕破脸去讲，所以我们就有些缘分如果真的不适合，那我们就慢慢淡掉也可以。可是第三个呢，如果哪天你真的不得已，你觉得必须要站出来，为了你自己的立场或者为了你自己的利益去捍卫，那这个时候你选择硬碰硬，那也希望你是在做这个选择之前呢，你非常清楚知道这样做之后的后果，而且呢你也已经有相对应的处理方式了。那当然我是以这个人喜好不太推荐第三个在影片的最后我比较想说的是，在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呢，与其说筛选，倒不如说我们到后来真的也越来越清楚知道自己要什么，自己不要什么，可以接受什么，不能接受什么。也以着这样的思考呢，我并不是想要去控制别人要跟我一样，而是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如果对方在跟我们的不同处呢是可以协调的点，我们还是会以着善意去跟他沟通协调。因为真的有一些关系是因为他也真的不知道我们是这样想，所以反而因为遇到不同处，然后我们有去沟通，因为这样呢友情更经得起考验，然后两个人的交情变得更好。可是如果真的遇到是那个情况已经不是可以沟通的议题了，那我们也选择尊重不同处这样。因为我始终相信就是在人生中呢，不管我们跟谁再好，这个人终究还是来陪我们走人生的其中一段。如果运气好，他可能陪我们走很多年，但是如果运气不好，或者是可能缘分不够，他可能就会陪我们走几年这样。所以我的心态是有缘分我们就珍惜，没有缘分祝福。这集就聊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